3，今天老师独挑大梁帮大家介绍，为什么？因为学姐的某赢。哎，对。好，那你今天带了什么好东东要跟大家分享？哦，这个，哎呦，哇，增加我们的可看性就对了，是不是？我觉得这是无花果叶。那以前啊，你没有先问镜头前的朋友有没有猜到？应该大家都知道，应该送他针管。其实应该、还好你直接破题了。因为最近在路边很常看到，最近这1-2年很常在路边看到人家种无花果，然后就有一次我就摘了一片下来，然后我想说它会跟香水里面闻到的有什么样的关系？结果我就把它，你光这样子拿，你闻不太到，就是一个叶子的味道。可是当你把它揉开来的时候，很用力的去搓揉它的时候，我种过无花果，但是我没有揉过它叶子味道。听你这样一讲，我要试试看。我会闻到很多那个很多无花果香水里面的无花果叶的味道。就是味道。对。有一点芭乐的味道呢，有没有？类似，所以它就是无花果叶，它本身它可以萃取出来的精油做成的香水，其实它就是这样子的味道。非常的对，有点芭乐叶的味道，对不对？芭乐叶的味道。OK。但我觉得这个品种好像跟我平常另外之前种的不太一样哈。另外一个它那个无花果的那个味道更浓，这个比较偏那个你刚刚讲的芭乐叶的味道。对，因为我们自己10楼上种的叶子比你再大片一点的品种，而且它好像中间没有凹下，你的应该是没有凹下去。我跟你讲，你那个无花果叶的会更接近那个无花果叶香水的味道。OK， 是，很酷哦！谢谢老师今天带这个道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跟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支香水有关吗？没有。OK， 好，没问题。今天帮我们介绍哪一支？这个阿木菊，阿木菊最新的一个系列叫无尽远征的4支的其中一瓶，叫 Search。然后呢 ，Search 就是我们这个 Search Engine 搜寻引擎的搜寻。对。那台湾呢，把它翻了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叫寻踪觅影。哇，寻踪觅影取得真好，而且他这一次连同包装都换新了嘛，对不对？对，他好像邀请了很厉害的画家，画出了这个很漂亮的封面，真的是艺术品哦。而且这一次的，我觉得那个瓶身也蛮好看的，对不对？对，变得更加的柔和了。不然以前我们认为阿莫菊都是硬邦邦的这样子哦。他把那个中东感的味道做的调的比较接近现代感。是，对，真的有做一些小小的巧思转变。好，那这一支你有没有先 study 过来，先了解？其实闻过很多次了，然后对它的味道其实算熟悉。那刚开始其实第一次闻到，你会觉得不就是一个柑橘调嘛？对。然后当你再去看一下说，这个调香师为什么要调出这支香水的时候，你说原来如此，就是每个品牌你就是要有几支柑橘调，几支木质调，几支花香调。然后我想他们也不例外，觉得我们好像少了一支柑橘调的香水，为了让他们整个品牌的品牌线更齐全，所以呢，我觉得他做出了一支其实是蛮出色的柑橘调。OK， 好，那这一支老师说他已经闻过了蛮多次了。那我们今天在镜头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支寻踪觅影。哇，对，我帮客人服务一下。哇，这个很像翡翠的那个色泽寻踪觅影，我先想象一下，要说我寻踪觅影我觉得应该是在晚上，然后在草地里，然后在秘境中，对不对？才会有寻踪觅影的感觉啊。那最好是晚上，因为晚上特别难找，才有找的价值，应该是这样所以闻起来味道应该是晚上山上，然后很多丛林间这样子，想象一下，然后最好还有萤火虫这样子，闪着，才会有那种寻踪觅影的感觉啊，对不对？
不过跟他的文案写的不大一样，不太一样，是不是？对不对？对，因为我完全不读文案的，我完全自己感受哈。来，我们看老师前调开始嘛，我现在开始闻。哎，那你查这？对，跟我他有一个那个很酸涩，而且还蛮酸涩的。对，那这个酸涩当中带着有一点点，我怎么讲啊？你有没有浆糊的味道？浆糊，我知道，浆糊，小时候用过，对不对？不是我在乱掰，想象一下，老师是不是有一点浆糊的味道在里面？这个浆糊又带一点复古感，对不对？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以前我们小时候你会在校园里面啊，就是小朋友们在草地上玩。对，以前我们学校的草地是小朋友是可以进去玩的，对，一般台湾的校园草地是不让学生去，那我们学校有一些草地是可以，你可以在那边玩的。啊，然后现在校园不能够给台湾，不是台湾的亚洲人，基本上亚洲的学校大部分都是校园。草地是不能够去踩的，不能践踏的。不是常常都有贴那种标语，禁止践踏草皮这样子。OK，然后我们有小朋友在那个草地上玩，然后身上滚过之后，我觉得会有类似这样子的味道。OK， 那我是觉得这个带一点，它很特别，是绿调大于后面的柑橘哦，它柑橘居然是做衬底耶。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是近期的新技术？因为我前一阵子也闻到这样子的，其中一支也是这么的做法。所以它的绿叶感、草地感哦，大过于后面的柑橘调，很特别。通常柑橘走在前面，对不对？以这个层次来说，多半是像是奶泡在最上层。但是没有哦，这一次的柑橘居然是在中间这一层，对不对？很特别，然后带一点复古的空间感。有，我觉得有这种，第一个草地有出现了，对吧？那第二个，你有那种探索，这个到底这个味道哪里见过啊？好像哪里不是闻过，很熟悉，但你又说不上来，有那种寻踪觅影的感觉。今天我闻到绿感还特别强，我觉得我第一次闻到它的时候，是很酸涩的那种橘子啊、柠檬、柳橙的那种很酸涩、不加糖的那种柑橘。对。那今天的那个绿感，对，你是不是比我第一次闻到的那个？你是不是闻到旁边的无花果叶子？不是啦，也没有啊，手是没有。好，所以今天绿感比较强烈，对不对？对。那有没有带给你什么样不同的画面？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学生在草地上翻滚的那个，有咯。但你翻滚的时候，觉得应该是在下午的时候，傍晚下课4点半的时候，对不对？我记得我们好像是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们同学很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就是不知道是玩猜拳还是什么，输的就趴在那个草地上，其他人就叠上来这样。真的有这种啊？对，然后看他能忍多久，那不行了，然后他就赶快这边就会起来，然后大家就整个下课时间在草地上那边玩。对。然后就会觉得你身上就会，你知道那个衣服、那个制服上面就会沾染这些。都是草叶子嘛，对不对？对。所以非常接近那个但那种叶子没有这种柑橘的酸涩感。没错。那这一个酸涩感，带酸的味道跟绿结合起来，你近期有没有闻到类似这样的手法？没有。对呀，我觉得这是不是最近一个他们比较香水界比较一个新的技术，可以把柑橘堆在下面，然后反而是绿感走在上面。所以我觉得它很特色。有的人会刚开始闻到就说，
啊，柑橘调哦，马木菊出了一个柑橘调，我觉得它一开始可能人家觉得对啊柑橘调就很普通啊，普通啊。可是其实阿木菊他们自己有强调说，他们认为这是业界啊、最久的一支持香度最久的一支柑橘调。而且我必须坦白说，这一支柑橘调绝对不普通，绝对超乎你对柑橘的另外一个想象。很像我最近在研究那个按摩椅啊。所以有一天豪哥带我们去那个 Lexus 的贵宾室，他说：“那边有按摩椅。”我根本不理他，因为按摩椅就停留在我以前投币20块那一种，做的也不怎么样那一种的，浪费时间了。就后来他吹三附四的叫我去试试看，好了，我就去勉强去坐在那边，就一坐惊吓到，你知道吗？我发现说哇，现在跟10几年前、20年前的按摩椅已经完全是这个不可同日而语了呢，已经是不同等级了。结果你知道那2个假日呢，我就要完全试坐各大百货公司的那个按摩椅，我已经决定要买一台了。对，你看，这个就是又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了。懂我的意思吗？我觉得柑橘各位不要小看说柑橘不就是那样子，好像我想这一支的柑橘跟你印象中的柑橘已经不一样。就是我说的，现在的按摩椅已经跟投币是不一样了。那老师有没有再让你觉得目前前调想象的画面啊，或者是你觉得用在什么场合、时机点是好的嘞？我觉得这个夏天当然是非常的适合但我觉得秋冬天要用也不是不行，得要看我们等一下它的中后调会怎么表现，再来决定它秋冬天适不适合。是 OK，那我觉得这一支时机你用在户外，我觉得是非常的吻合。用在户外绝对吻合。但是你用在室内，我跟你讲，你会让很多人觉得惊艳，非常的惊讶。你这个味道少见哦。对，不知道这似曾相识，可是又不是很熟悉。我觉得这个是特色在这里。很像这个它的名称一样，会让你觉得好像发现了，但好像又什么都没看见，有一点在寻踪觅影嘛，会躲藏那种感觉，这个真是厉害。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那个酸度降低，它那个苦味慢慢的浮现出来，对，它有个那个苦味。那我闻到是那个比较那个什么炭烧的味道，炭烧，对，比较烟熏炭烧。慢慢再出来很像那个草有没有？同学滚过了那个草地有没有？那个枯枝叶木，那个枯掉的树、枯掉的叶子有没有？枯掉的叶子，枯掉叶子的那种那个颜色啦。枯叶这样子，对，长长的嘛，因为草都短短的长扁短短的啦，对不对？滚地毯草，对吧？地毯草有啊，以前你不知道草皮很多都叫地毯草吗？算了，我们可能读不同学校。OK， 好，我们前调先到这边，待会再来请老师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一支的后料。我觉得这一支非常有水准。待会见。好，拜拜，拜拜。哎呀，这一支不找学姐来，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赶快下半场学姐忙完了。回来跟我们一起聊这一支，名称先来一下，名称寻踪觅影。来，现在寻到哪里了？老师先。我觉得在我身上啊，对，这一下子有他讲的那个烟熏的木头感，但在我身上呢，我刚刚也同时也闻到那个香根草，的味道。那我的是很浓郁的这种干掉的稻草、干掉的草香，那你可以说是烟熏感也是没有错的，但它就是整个干燥而且枯掉的那种，我还蛮特别喜欢这样的味道，不一定是新鲜的绿叶有时候这种干燥的草给你不同的风味，真的是很像在山间田野呢，真的是寻找。探寻
但跟我原本的夜晚，然后这个丛林、草地，寻找，然后还有一些萤火虫的画面不太一样。这比较偏下午傍晚的时间点，对不对？而且是夏天的傍晚。哦，对对对。那种夕阳西下的时候，然后那个阳光照在那个云层上面，呈现出那种金黄色、橘黄色的那种很明亮的味道。是。好，那学姐嘞？学姐，她说它里面有一个叫新的植物、新的树脂，刺块，块木的块，所以会有烟熏跟辛辣的感觉。然后因为那个刺块就很像火在烧的稻草的那个香气，是，所以会有刚刚你讲的，好像火烧稻草的感觉，真的，好像下午，因为火烧稻草有可能就是下午，所以会有明亮感。所以我说的稻草干掉、干燥的那种稻草烟熏感，其实没有讲错了。没有讲错，它是那个刺块，就是它呈现出来，就是会有那种是，好像烧过的稻草香，然后辛辣的感觉，所以我也觉得有烟熏感啊，我一直觉得它后面有烟熏木头的感觉，对，而且它是一个宽阔的空间感，对不对？就是你一定是在大自然中去寻踪觅影嘛，去探索、探寻。不会是在一个室内的空间，但是我觉得这一支如果在室内也特别的也 OK 耶，有特色，对不对？就是很想连接到户外的感受，因为它前面那个柠檬、柑橘香调其实是很明亮的，然后又很清爽的，是，对，然后它用的是绿乳香，所以不是，绿乳香会比较给人家很舒服。的感觉就不会是，它会把香味平衡，不会变得太呛。你会觉得这个味道变得在身上很舒服。是。你有的乳香它会弄得有一点像粉香感。对，这一支没有，这一支就比较绿。那学姐，你有觉得说这一代的爱慕新的系列，包含连包装都换了，你有没有觉得它的手法又跟以前又有一点技术上的提升？它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跟以前的走法是不一样。那新的总监他想要开创耳目菊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面貌，所以他很多旧的风格他都去除掉。这算是耳目菊第二次大改革，因为它从最原始的那个真的像皇宫的造型，对，到前一代的包装，到现在这算是第三个大改革。整个他想要换掉，想让整个耳目菊变年轻化跟时尚化，所以他在外包装上，他去找了美国的艺术家去画跟设计所有不同香味，整个他把所有的包装都换掉，然后就是比较属于艺术性质，结合了画作。对，OK。我觉得是，然后他把所有的香调，就是他有一些旧的，譬如说他把图书馆系列有保留了几支，对，但他保留下来那几支，他要把它做的比较亲民跟明亮，不会太。我觉得他把中东感抽离掉，他试图想把人家认为的中东感抽离掉。虽然我也不觉得那是中东感，但是很多人闻到就说，这有点中东的感觉。但是他试图想要把大家所谓的那些中东感的氛围抽掉，然后建立新的香味。有，我觉得那这样抽掉蛮成功的，因为从包装到现在的味道，其实就把以前这个土豪金的这种风格都慢慢的转换过来了嘛，对不对？本来耳目菊其实我们刚开始买进来的时候也是很害怕，这味道强成这个样子，那中东味那么重，是在台湾是行还不行，能不能接受？但是几轮的洗牌下来之后，我觉得慢慢已经走到跟
大众市场慢慢的可以接轨了。很耐闻很好，对啊，我的沙龙香第一个接触的品牌是阿木菊，我就回不去了。真的回不去。我闻到其他的，我都觉得是，因为它真的它是我觉得用料最顶级的是事实，因为你那个层次感真的闻得出来。对，好，那老师，那这一支后调有没有让你在视觉联想上又有不同？本来前调是学生在草地上4、5点的时候，这个从小山坡这样滚下来嘛，对不对？那现在呢，滚到哪里？滚到一片那个，就是突然滚到一个地方，好像被烧过了一片树林。然后呢，这一群穆斯林呢，这群穆斯林走到这里来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原来他之前看到那片柑橘园怎么都不见了。于是呢，他又继续往前进。所以他不会停留在这里，就是说，你再往他下一支的香水去找，你会发现有另外一支的味道。它这4支是一连串的故事哦。对，它这4支是有一连串的故事。是一个一连串的故事。是，我想说你是讲这一支是开端吧？不是，游人莫弈开端。游人莫弈是开端，然后寻踪觅影在好像是第3支，第3段。是，那最后应该就会看到他们的那个叫做什么那种觉醒的那种感受。是，那支叫什么？那是第4支。对，浮屠行者。应该是，好像是。哇，真的是很有故事呢。真的，现在好的品牌就是要懂得说故事啦。对，有完这个非常有画面感，所以这从老师说，所以他们等于是这一群穆斯林来到了本来认为充满柑橘的这个香味的地方，就会回头再来看一次已经被烧掉了。是这意思吧？所以他们被迫要再往下一个地方移动了，是这个意思吗？这个是我自己的想象。对，我觉得他的对，那原来的故事没有讲到什么烧过的树林啊，只是说我觉得他给我那样子的感受，就是我们觉得那个走到后调这边、中后调这边来的时候，你会闻到那个前面的那个柑橘调好像已经慢慢的消散，只存在记忆里面的。然后接下来你看到的是那种烟熏的，好像是被烧过的木头了。是，对，然后有那个干掉。烧干的稻草的味道，对不对？哇，这个我觉得他应该编故事，应该请人来讲。我也懂他的意思，对不对？先那一支，再这一支，从海岸上岸之后，再从沿岸往上走。所以他沿着他还是有照着阿曼半岛的地形跟植物去做调香，然后再穿插那个故事进去。有水准，不过我更喜欢老师刚刚讲那个版本对，游人嘛，对不对？穆斯林，我来到这边，本来认为是美好，结果还被烧掉，才有那种被迫再度迁徙的这种，这种意境。对。哇，这个烧稻草味道很好闻呢，很有水准呢，就是很自然，有没有发现？对，这一支很受欢迎啊，是这一支。无论是在专柜刚上，或是后来我们现场，或是就是我们介绍，这一支都是喊的人都很多。OK，对。好，来，那这一支持香，我们来讲一下，1到10分，老师持香你觉得多少？9.8一定没问题，因为从它的用料到它，但是如果你要说它这个。以柑橘调来讲，它这就有一点偷吃步啦，你知道吗？你说你不能讲说它是一个很持久的柑橘调，你想说它是一个很持久的柑橘木质调。对啊，我觉得比较恰当。是 OK， 对，那整个持香9.8一定没有问题。后面呢，它的刚刚讲那个刺块。对，它那个整个延续到后面的那个整个，我觉得它的持香是蛮好的。Okay. 而且刺块出来，刺块退掉之后，又会有另外一个感觉。其实我们都还没有到另外那个最后面那个感觉都还没有到。好，那如果可以的话，这个阿莫菊肯定都要6到8小时以上才会后调了。好，那可以的话，我再用文字来补强一下。来，那
学姐这一支持香10分，哇，10分满意。来，扩散性呢，老师扩散性9.5，扩散性9.5，总分来一下，总分吗？对，9.8， 9.6，好，学姐姐9.8的原因就是如果以他想要新旧交替的那个呈现来说，他有做到让香味变得比较实川跟亲民，然后它的后面还是保有了耳木菊的该有的基调，，OK，就是年轻化、轻盈化，但是没有失去它原本的特色，持香度也还是 OK 的，是对，OK，好，那老师给9.6的原因呢？我觉得它是一支很有特色的香水。那以特色来讲，就是它不是很普通的那种柑橘调，慢慢的就柑橘调后面就接着简单的花香，然后到后面的那种木质。我觉得它没有，它后面呈现的是一股那种很特别的那种烟熏木质，那你会觉得去跟市场上面的其他那种柑橘调是很不一样的。是 OK，而且它接的非常好，我觉得它接的很好的原因是因为它前面那个柑橘调，它把它弄得在我身上，因为是它弄的那个苦味，那种酸苦味是很明显，可是那个酸苦味又不是只有苦，还带那种明亮的感觉，是，所以它然后接着后面的那个烟熏感，你会觉得是很顺理成章的。是，OK， 哇，非常转的非常有特色厉害。好，那我们这一支呢，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待会再进入30秒，再有劳两位，下一支见喽，拜拜。拜拜。